上一集咱们说到，樵夫问渔夫：“小人能灭绝吗？”渔夫回答道：“不能。君子是秉阳正气而生，小人秉阴邪气而生。无阴则阳不生，无小人则君子不生。只有盛衰的不同，阳6分则阴4分，阴6分则阳4分，阴阳各半则各占5分。由此而知啊，君子与小人各有盛衰之时。太平盛世的时候，君子占6分，小人占4分。小人是不能够战胜君子的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各按其道，而世间纷乱的时期正是相反的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兄不兄，弟不弟，夫不夫，妇不妇，则失其道。这是由治时或乱世所造成的。君子常以身作则，胜过空话连篇；小人呢，常空话连篇，胜过实际行动。所以盛世时期诚实的人多，乱世时期奸诈的人多。诚实则容易成事，奸诈容易败事。成事则国兴，败事则国亡。一个家庭也是如此，兴家兴国之人与亡国亡家之人相差的是多么的远呐！事实也告诉我们，这样的想法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小人永远不会被灭绝，就像我们的世界不会只有白天而没有黑夜。在渔樵问对的这篇文章当中，那个砍柴的樵夫和钓鱼的老者，或许并不是邵雍笔下虚构的人物形象，而是他对自己的描写。不断提问的樵夫应该是年轻时的邵雍，怀揣着满心的疑问，不停地探索着这个世界。而从钓鱼的老者应该就是悟道之后的他。两个人一问一答，其实就是邵雍的自问自答，是邵雍在回应自己当年的疑问，消除曾经的疑虑。因此我们在看待最后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，应该充分来感受一下邵雍悟道之后的心境，试着站在另外的一种高度来理解一下刚才的这个问题。君子与小人就好比是天地间的阴阳二气，故阴不生，故阳不长，两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换句话来说，我们大多数人只知道小人是不会被灭绝的，而邵雍却告诉我们，小人是不能被灭绝的，因为这个世界是需要小人存在的。因为有些事情是君子做不到的。邵雍其实并不否认小人的能力，不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是人才，只不过一个心术不正，一个有君子之风。谁是小人，谁又是君子呢？就取决于他们的内心世界。所以在这里，天下必须要做到量才而行，只有做到这一点，才是真正的治世之学。就如同医治病人，有的时候可能会用良药，有的时候会用毒药来以毒攻毒，而什么时候用毒药，什么时候用良药，完全取决于病人的自身状况。一切呀，都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决定的。而当病人病好之后，便不会再用药了，否则就会害人。这和治世之学是一个道理。在生活中，我们总是习惯于判别是非好坏、善恶美丑，按照个人的喜好或者世俗的评判来衡量身边的一切。然而我们却忘了，这个世界虽然是对立的，但同时也是统一的，就如同阴阳的规律一样，在相互对立的同时，也在相互的转化。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都处在变化之中，就连时间与空间也一直在不断的变迁。在这样的状态之下，我们又怎能以固定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变化的世界呢？毕竟无论是天道、人道还是世道，其实都源自于道，而道的法则就是义，义就是变化。所以在最后把这句话送给大家，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法则就是一切在不断的变化。细细琢磨这句话的真谛，也许就能够从中悟出人生的智理。吊着谈矣，吾闻古有伏羲，今日如睹其面焉，拜而谢之，即旦而去。